4000关口，周末守住了。周五金价收在4070.8，一周涨了 1.29%。今早亚盘一开盘，还直接跳空高开，一度冲到4090上方。可你先别急着高兴，金价现在还压在50日和200日均线下方，妥妥的下跌结构里。所以问题来了，这波周末的跳空高开，到底是底部真的夯实了，多头要反攻，还是空头暂时回补，给你一个漂亮的假动作？今天我们就一步一步把它讲清楚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，星期一。我们一起回顾上周五那一根收盘，顺便盯一下周末重新开盘的这个跳空缺口，再把这一周的重头戏美联储议息会议提前给你铺好。老规矩，郑重提醒一句，我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分析，只是个人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理财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你的每一个决定都请自己拿主意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黄金周五收在4070.8，涨 0.51%， 白银收在 58.91， 涨 1.47%， 双双翻红，而且白银明显比黄金更猛。第二，今天真正的主角不是价格本身，而是这周二三的美联储会议，它才是决定金价往哪走的那只手。第三，你要盯的那一个数字就是4000，守住多头还有戏，丢了跌势可能重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先说整体的盘面感觉，上周五这一天，黄金白银是一起收红的，气氛比前几天缓和了不少。金价从周四的4050回升到4070.8，涨了大约 0.51%。白银更精神，从 58.05 拉到 58.91， 涨了 1.47%。把镜头稍微拉远一点，看整整一周，黄金累计涨了大概 1.29%， 白银更是涨了将近 4.6%。 白银这一周是真的跑赢了黄金。我昨天在周末的前瞻里跟你说过一句话，4000不破，多头不死，而且特别提醒大家，盯紧周末重新开盘时4000这道关口的第一次考验。现在答案出来了，周末非但没有跌破4000，今早重新开盘反而是跳空往上，一度摸到4090附近。这一点昨天的判断算是对上了，但我也得老实说，价格虽然翻红，却还牢牢压在均线下方，所以这口气还远远不能松。好，我们把黄金单独拎出来，看得细一点。周五这一根最低到过4050附近，最高摸到4100上下，最后收在4070.8。你能看出来，4000这个整数关口，买盘的力气是明显更足的。每次一往下探，就有资金进来接，这说明短线在4000附近是有真金白银在拖着的。但你把视野放大到中期，画面就没那么好看了。金价现在的位置离50日均线的4210还差着一截，离200日均线的4590更是差了一大段。价格同时在这2条均线下方，用最直白的话讲，就是中期的趋势方向还是朝下的。现在这波更像是在下跌途中的一次反抽，而不是趋势已经掉头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拧巴的画面，短线有支撑，周线在翻红，可中期结构还是空头占优，多空双方其实是在4000到4113这个箱子里贴身肉搏。我给你打个比方，你就更好懂了。你可以把200日均线想象成一栋房子的地基，把50日均线想象成1楼的地板。现在金价这个人是站在地下室里，头顶上还压着1楼的地板和地基，2层天花板。周五这根小阳线顶多算是他在地下室里往楼梯的方向挪了一小步，他离真正回到地面，也就是重新站上均线，
还有很长一段路要爬。所以我一直强调，别看到一根红 K 线就热血上头，先分清楚，这到底是反攻的号角，还是仅仅是超跌之后喘一口气的技术性反弹。判断的标准，后面技术面我会给你一个明确的数字。再来看白银，今天它值得多花点篇幅，因为它才是这一周真正的亮点。白银周五收在 58.91， 涨了 1.47%， 单看一天不算夸张，可放到一整周，它涨了将近 4.6%， 几乎是黄金涨幅的3倍还多。为什么白银总是比黄金猛？你可以把白银理解成黄金的高弹性表亲。同样一个利多消息，黄金涨一步，白银往往能涨2-3步。可反过来，跌起来白银也更狠。它身上有一半是贵金属的避险属性，另一半是工业金属的属性，所以弹性天生就比黄金大。再看一个我一直让你关注的指标，金银比价，也就是1盎司黄金能换多少盎司白银。现在这个比值大约在69附近，比前阵子明显压缩了。比价往下走，意思就是白银在跑赢黄金。今早重新开盘，白银还一度摸到了60这个整数大关，所以对白银来说，60就是眼前那道最关键的门槛，站得稳，补涨的行情就有延续的底气；站不稳，被打回来，那这波弹性上涨就得先打个问号。那到底是什么在推着价格走？这一周最核心的那只手，其实是美债收益率和市场对美联储的预期。先看一个实打实的数字，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周五收在 4.69%， 比周四的 4.71% 小幅回落了一点点。别小看这2个基点，方向很重要。这里给你补一个最基础的传导逻辑，黄金本身是不生息的，你拿着它，它不会给你利息，而美债收益率代表的是你把钱放去吃无风险利息能拿到的回报。所以收益率一旦往上冲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变高了，手里的钱去买国债，它不香吗？这时候黄金就承压。反过来，收益率一往下走，持有黄金的代价变小，金价就松了一口气。周五收益率小幅回落，正是金价能收红的一个底层原因。跟收益率绑在一起的还有美元，这2个东西通常是黄金的2座大山。道理也不复杂，国际金价是用美元标价的，美元一强，同样1盎司黄金，对拿着其他货币的人来说就更贵，买起来更吃力，需求自然被压一压。反过来，美元一走软，金价就轻松。你可以把美元和黄金想象成跷跷板的2头，一头翘起来，另一头多半就沉下去。上周后半段，美元和收益率一起略微松了劲，这才给了金价和白银一起翻红的空间。但注意，我说的是略微松劲，不是掉头向下，所以这份支撑眼下还很脆弱，完全可能被这周的美联储一句话就打回去。同时你也要明白，现在市场其实是屏住呼吸，在等这周的美联储，所有人都不太敢下重注，资金处在一个观望状态。这种时候的上涨力度往往是偏犹豫的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金价虽然翻红，却涨得并不猛，还是没能站上均线。真正的方向，恐怕要等美联储开口才会给出来。说到黄金长期最硬的那块底，我们绕不开避险和结构性需求这个话题。抛开短期的每天涨跌不谈，黄金这几年真正的底气来自几个慢变量。全球央行还在持续买入黄金，去美元化的大趋势，以及居高不下的美国政府债务。这些东西不会在某一天突然爆发，但它们像海面下的洋流，始终在给金价托底。所以哪怕中期结构偏空，一旦市场出现风吹草动，避险情绪升温，黄金随时可能被重新点着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从来不建议你在这个位置上把黄金往死里看空。你可以这么理解这2股力量的关系，短线的涨跌是天气，今天晴，明天雨，变得很快，主要看收益率。
美元和消息面的脸色，而央行购金去美元化这些结构性需求。是气候，它变得很慢，却决定了大方向。这周美联储的行情，说到底是天气层面的事，可能让金价这几天大起大落，但你在心里得始终装着那张气候的大图。正因为长期的地基还在，短线一旦因为恐慌被砸出深坑，往往反而是错杀。这也是我们后面聊后市时，要把短线和长线拆开来看的原因。接下来就是这一周的重头戏，美联储。这周二和周三，美联储要开议息会议，北京时间周四凌晨2点公布决议，还有随后的发布会。有一个细节你要特别记住，这次会议不发布经济预测，也没有点阵图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市场没有那张官员们预测未来利率的图可以参考，所有人只能死盯着会后声明和主席讲话的每一个字，去猜它到底是偏鹰还是偏鸽。给你翻译一下这两个词，偏鹰就是态度强硬，倾向于把高利率维持得更久，也就是所谓更高更久的高利率，这对黄金是利空；偏鸽就是态度温和，暗示未来可能降息，这对黄金是利好。现在市场压住9月利率进一步走高的概率不低，所以鹰派其实是主线预期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博弈。如果美联储的措辞比大家想的还要鹰，金价可能挨一记闷棍，直接考验4000。可万一他的口风比预期软那么一点，压抑了一周的金价，反而可能借势往上冲，去挑战4113。这里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概念，叫实际利率。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就够了，实际利率大致等于名义利率减掉通胀。为什么它对黄金这么重要？因为黄金不升息，当实际利率很高的时候，意味着你把钱存起来，扣掉通胀之后还能实实在在的赚。那谁还愿意拿不升息的黄金？可一旦实际利率被压得很低，甚至变成负的，现金放着就是在缩水，黄金这种能保值的资产反而香了起来。所以美联储这周真正会牵动金价的，不只是他嘴上说的利率高低，更是他对通胀的态度。如果他显得对通胀很有信心，暗示未来能降息，实际利率的预期就会往下走，那对金价就是实打实的利好。这也是为什么周五那份 PCE 通胀数据分量一点都不比会议本身轻。从技术面来看，黄金现在的地图其实很清晰，下方4000是绝对的生命线，这是多空的分水岭，守得住，后面才有反弹的故事。一旦有效跌破，下一个目标就得看3990附近了。上方第一道要收复的是4113，只有真正站稳它，才谈得上去看4150那一档。在这两个位置之间，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箱体震荡来对待，别追高，也别摸黑抄底。再说说动能。黄金的14日 RSI 现在大约在46，跟你解释一下 RSI 这个指标，它是衡量涨跌动能强弱的，数值越高说明买的越凶，越接近超买，一般70以上算超买，数值越低说明卖压越重，越接近超卖，30以下算超卖。现在46，处在中性偏弱的区间，既没超买也没超卖。这个读数其实挺关键，它告诉我们，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目前金价既没有涨到需要大幅回吐的过热状态，也还没跌到那种恐慌抛售的地板价，动能是中性的，说明这场多空拉锯还远没到分出胜负的时候。白银这边技术上的关键位同样简单粗暴，上方60这个整数关口就是最直接的压力，今早已经摸过一次，下方56.2是重要支撑。白银的14日 RSI 现在大约在45，和黄金一样，处在中性偏弱的位置。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你一句，白银的老脾气，因为它弹性大，一旦真的站上60，打开空间，它往上补涨会比黄金快得多。可同样的，如果60上不去，反而跌破56.2，它杀跌也会比黄金凶。
所以做白银，心脏一定要够稳，仓位一定要更轻。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你留意，白银这一周跑赢黄金，金银比压缩到69附近，这本身就透着一点风险偏好在慢慢回暖的味道。因为白银带着一半工业属性，它走强，往往说明市场对经济、对需求的信心在悄悄修复。当然，这个信号现在还很微弱，一次美联储的鹰派发言就可能把它按回去。所以我把白银站不站得稳60，当成观察这波反弹成色的一个风向标，白银带头冲，黄金跟着走，这波才更像样。要是白银自己都上不去60，那黄金想独自突破，难度只会更大。说到这里，必须给你泼一盆冷水，提醒一下风险。这周是美联储周，消息面天生就是雷区。凌晨2点的决议加上发布会，很容易在几分钟内让价格上下大幅甩动。这种行情里，最容易亏钱的就是追着一根大阳线冲进去，或者对着一根大阴线恐慌割肉的人。请你务必谨慎，尤其是重大数据公布的那个时间点前后，宁可少做，也不要乱做。行情永远都在，但本金没了就真的没了。所以无论盘面怎么跳，请你先保持冷静，看清楚方向再动手，别让情绪替你做决定。好，最后我们把今天的关注点和后市看法给你捋成一张清晰的地图，分短线和长线2块来讲。先说短线怎么看，本周的日历排得满满当当。周2、3是美联储议息，北京时间周4凌晨2点出决议，周4晚上还有美国2季度 GDP 初值，周5则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，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，也就是 PCE。这3颗雷，任何一颗都可能引爆行情。关键位上，黄金我只盯2个数，上方4113，下方4000，给你画2个剧本。多头剧本是美联储措辞偏鸽或者数据走软，金价借势站上4113，进而去购4150。空头剧本是措辞偏鹰，数据偏强，金价跌破4000，那就要小心跌势重启。下看3990，白银就跟着60和56.2这2个数走，道理一样。再说长线怎么看，把时间拉长到几个月，我的看法其实和短线是有点分歧的。短线我偏谨慎，但长线我依然偏多。原因还是那几个慢变量，全球央行的持续购金，去美元化，美国不断膨胀的债务，还有那些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冒头的地缘风险和避险需求，这些结构性的力量决定了黄金的长期重心大概率还是往上抬的。所以短线的震荡和回调，在长线的视角里更像是上车的机会，而不是逃命的信号。短空长多这2个时间维度并不打架。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这波周末的跳空高开到底是底部夯实，多头反攻，还是空头回补的假动作？我的判断是，现在还不能下定论，主动权完全交给了这周的美联储。4000守住， RSI 中性，说明底部有支撑，但价格还压在均线下方，动能不足，又说明多头还没真正夺回主动权。真正的裁判是周4凌晨那份声明，站稳4113，这波才算假动作变真反攻，有效跌破4000，那就是反抽结束，假动作被证伪。送你今天的一句话：4000不破，别急着看空；4000一破，别急着抄底，把它记在心里，这周你就不会乱。最后也想听听你的想法，你觉得美联储决议出来之后，金价会先突破4113，还是先跌破4000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。再次郑重提醒你，以上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分析和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市场的风险很大，任何决策都请你独立思考，自己判断，盈亏自负，务必谨慎，千万不要被一时的情绪带着走。好了，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。
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再点亮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早晨的第一手贵金属解读都不会错过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